好了，这就是我这节课要给大家讲的分类计数原理。做一件事情，或者说做完一件事情，我有 N 类办法。第一类办法当中有 M1 种方法，第二类办法当中有 M2 种方法，第 N 类方法当中有 MN 种方法。那么我要做完这件事儿，我总共有多少种方法呢？把每一类的方法总数 M1， 第二类的 M2 种，第 N 类的 MN 种，给它们加到一块儿这就是我做这件事儿的总的方法数。它的特点就是一步到位，选择哪一类都可以，你都把这件事情做完了没两类之间，任何两类之间它是毫不相干的。好了，分类计数原理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。下节课我要给大家讲分布计数原理，一字之差它就变了。这道题是已知集合 P 里边有2个元素 x 和1，集合 Q 呢里边有3个元素有0、1、2，其中 x 和 y。x、y 的取值都是在1到9之间取正整数，而且要满足 P 是 Q 的子集，也就是 P 集合的元素都含在 Q 里，也可以是它们俩的元素一样多，一模一样 ，P 也叫 Q 的子集。那么满足上述条件的，记住有序的整数对儿。作为一个点的坐标，那么这样的点有多少个呢？所以这道题我们应该怎么想？这样的点有多少个？因为我们取值都是取的正整数，所以我就想，首先我要确定这样的点，我是不是就先要确定其中的一个坐标，确定横坐标，横坐标确定完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确定纵坐标，把横纵坐标都确定了，那我们这些点就确定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任务就是确定这些坐标。好，首先呢，集合 P 里边是有2个元素的。我要先确定横坐标 x， 那么我就要考虑当 x 它等于2的时候，因为我要满足 P 是 Q 的子集 ，P 里边所有的元素都要含在 Q 里，所以我的元素都要含在这里，我就一观察1已经在这儿了。x 如果就等于2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纵坐标 y 呢 ？y 你就不能跟我 x 相等了，也就是此时此刻 y 就不能等于2了。不应该说 y 不等于2就是 y 不能等于 x。如果我 x 取3，如果我 x 要是取3，那么要做到它是它的子集，那 y 就得等于3。所以当我 我就取2的时候 ，x 不等于 y， 那么这样的点有多少个呢？我们看 x、y 的取值 ，x 已经是2了 ，y 在那里边取值 ，y 不能取1吧？因为集合具有互异性，它们俩不能一样。x 取2了 ，y 也不能取2吧？因为它这里边已经有一个2了。所以 y 只能从3开始取值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它只能取7个数，9里边减掉1和2，所以 y 的取值它是有7种的。确定了 y 的取值，我 x 的取值已经确定，所以它是有7个点。好，这是第一种情形，它的点我找到了。
第二种情形呢，是当 x 不等于2的时候 ，x 不等于2，它要想是它的子集1这里边有了 x 不能取1，现在 x 又不取2，那就只能做 x 等于 y。此时要想做到 P 是 Q 的子集 ，x 就只能和 y 相等 ，x 等于 y。可是 y 呢又不能取1，y 也不能取2，因为它这里边已经有1和2了，结合具有互异性，它依然是只能从9个数当中去掉1和2，其他的都可以取，所以它依然是有7个点，7种取法就是7个点。到现在呢，我们就把两类，就这2类，我就把这些满足条件的点就都找到了。所以每一次我都把点确定了，所以这样的点总共有多少个呢？第一类它有7个，第二类还有7个，所以分类计数原理它总共就有14个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这节课要给大家讲的分类计数原理。做一件事情，或者说做完一件事情，我有 N 类办法。N 类，第一类办法当中有 M1 种方法，第二类办法当中有 M2 种方法，第 N 类方法当中有 MN 种方法。那么我要做完这件事儿，我总共有多少种方法呢？把每一类的方法总数 M1， 第二类的 M2 种，第 N 类的 MN 种，给它们加到一块儿，这就是我做这件事儿的总的方法数。它的特点就是一步到位，选择哪一类都可以，你都把这件事情做完了。每2类之间，任何2类之间它是毫不相干的。好了，分类计数原理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。下节课我要给大家讲分布计数原理，一字之差它就变了。